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有些反直觉的技术细节？当我们尝试在本地部署一些前沿的 AI 工具，或者安装 Codex 这样的开发者软件时，官方文档里经常出现这样一行命令 npm install。如果你对技术稍有了解，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npm 的全称通常被理解为 Node Package Manager， 它是 JavaScript 生态里用来管理网页项目依赖的工具。那为什么一个原本用来写网页的工具，现在却能用来安装并在本地运行一个复杂的命令行软件？很多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往往藏着技术演进的深刻脉络。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顺藤摸瓜，去重新认识一下 JavaScript 这门语言，它从哪里来，它和 Java 是什么关系，以及在这个大模型爆发的时代，它为什么依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保持思考，保持好奇，让我们从1995年讲起。把时间拨回到1995年，那时的互联网还处在早期阶段，当时的网页更像一本静态的电子书，文字、图片、超链接。如果你在网页上填写一个表单，哪怕只漏填了一个名字，都必须点击提交，把数据发回服务器，再由服务器返回一个新页面，告诉你出错了。这种每次交互都要等待互联网传输的体验，效率极低。浏览器迫切需要一种内置的脚本语言，让网页在用户的本地电脑上就能具备基本的交互能力，比如检验表单、弹出提示、响应鼠标点击。网景公司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工程师 Brand Ash， 在紧急的商业压迫下，他仅用10天的时间就设计出了这门语言的第一版原型。由于诞生的过于仓促， JavaScript 确实留下了不少设计上的妥协和被后人诟病的历史包袱。但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讲，这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实用主义胜利。它没有追求学院派的完美无缺，而是精准地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让网页火起来。伴随 JavaScript 诞生，还有一个至今流传的误解，它和 Java 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给出结论，它们除了名字相似，在技术架构、设计理念和应用场景上没有任何直接的血缘关系。Java 是一门严谨、面向对象的系统编程语言，常用于大型企业后端、金融系统和安卓底层，而 JavaScript 则是一门轻量级的、主要运行在浏览器的脚本语言。之所以名字如此接近，完全是出于商业化的考量。1995年的科技圈 ，Java 是当时最耀眼的明星。网景公司为了推广自己的这门新语言，当时还叫 LiveScript， 决定与 Sun 公司合作，把它改名为 JavaScript。如果打比方 ，Java 和 JavaScript 关系大概更像热狗和狗的关系，仅仅借用了一个字，但本质截然不同。那么抛开历史，我们该如何定义 JavaScript？ 如果把一个现代网页比作生命体 ，HTML 是它的骨架，定义的信息的结构 ，CSS 是它的外表，决定了视觉的呈现，而 JavaScript 就是它的神经系统和肌肉。当你在搜索引擎输入文字时，底部的自动联想；当你在视频网站发出的实时弹幕，或者在不刷新网页的情况下加载出的新内容，这些都是 JavaScript 在背后默默工作。它让网页从单向传递信息的静态文档，跨越到了能与用户双向互动的应用程序。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开头关于那个 npm 的悬念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JavaScript 是被囚禁在浏览器和这个沙箱环境里的，它只能在操作网页上的元素，无法触碰电脑底层的系统和文件。直到2009年，技术界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 ，Node.js 的诞生。Node.js 把 JavaScript 的运行引擎从浏览器里拨出来，移植到了操作系统层面，这使得 JavaScript 获得了读取本地文件、操作网页端口、响应系统命令的能力。一旦 JavaScript 打破浏览器的界限， npm 的定位也就随之改变。它不仅再是一个网页组件的下载器，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分发任何 JavaScript 程序的平台。当你执行 npm install 来安装一个命令行工具时， npm 实际上是在下载基于 Node.js 编写的程序，并自动将其关联到你的操作系统的系统路径中。这不是 npm 越界了，而是 JavaScript 这门语言的边界被无限拓宽了。随着 JavaScript 的边界扩张，它被用来编写越来越复杂的系统。但这门语言与生俱来的灵活性在大型项目中反而形成了隐患。在 JavaScript 中，一个变量可以随时在数字、文本和对象间切换。这种动态弱类型特性导致很多错误只有在代码真正运行，甚至交给用户手中时才会暴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微软推出了 TypeScript。TypeScript 并没有颠覆 JavaScript，
而是它的超级。它在 JS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套严密的静态类型检测系统，在代码运行前，TypeScript 会像一位严谨的架构师，提前检查出参数类型是否匹配，对象属性是否拼错。它补齐了 JavaScript 在大型工程化开发中的短板，让这门语言既保留了生态的繁荣，又拥有了企业级的可靠性。随着科技进入大模型时代， Python 凭借其在数据科学和深度学习领域的积累，成为了训练 AI 模型的首选。很多人甚至认为 JavaScript 的地位会被削弱，但在真实的行业中，我们观察到一个截然相反的趋势。JavaScript 正在成为 AI 落地和 AI agent 开发中最关键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 Python 是负责构建 AI 的大脑，那么 JavaScript 则是负责构建 AI 接触事件的感官和手脚。当一个 AI agent 需要调用外部 API 或者实时天气、搜索网页资料，或者渲染一个复杂的交互式数据图表时， JavaScript 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 API 调用生态和最优秀的异步处理能力。更重要的是，无论是 ChatGPT 的网页端，还是各种智能化的浏览器插件， AI 最终都需要在一个离用户最近的界面上呈现，而这个界面永远是前端技术的领地。正如像 Versa 的 AI SDK 及各种 TypeScript 驱动的 agent 的框架，正在成为连接大模型与终端用户的核心桥梁。在这个时代，思考和推理归 Python， 而交互和行动归 JavaScript。所以今天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 JavaScript？ 它其实不是一门在象牙塔里被设计出的完美语言，但它绝对是生命力最顽强、生态最繁荣的语言之一。它以极其低的门槛拥抱了无数初学者，又通过 Node.js 的 TypeScript 接住了复杂工程的考验。它就像数字世界的一套通用讲书架，把浏览器、服务器、开发者以及如今的 AI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下一次，当你在终端敲下 npm install 的时候，你看到的也许不再是一条简单的指令，而是互联网底层逻辑不断演进、不断突破边界的一段缩影。这里是 Tesca Lab，让我们保持思考，保持好奇。下期再见。